天赐千万不会保，滋养音乐新生，欢迎来到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6季，欢迎各位音乐合伙人。今天我们又有新伙伴了，让我们欢迎王铮亮。网友亲友们，你们好，回来了。欢迎黄舒骏老师，欢迎哇，大前辈。 欢迎房东的猫，欢迎佩玲，欢迎心怡，欢迎2位，欢迎海拉木。哎呀，这熟了，真熟了。因为我们已经到了第2赛段了，那这一期的关键词叫做时光放映机。 天赐的声音第6季第2赛段，6组音乐合伙人已经组队完成。首先进入先声夺人环节，请注意，本赛段短视频拍摄全面升级。每一期在原有的15秒短视频基础上，我们都将设定一个独特的关键词作为限定条件。本期关键词：时光放映机。 每个组合需要在自己的视频里融入自己过去相关的照片或者影像，结合自己组合歌曲主题所描绘的意境，拍摄出独属于自己风格的短视频。接下来马上来看第一个创意短视频，请看。哇，好可爱啊！长大了，这谁呀？黄老师和那个贺野。哇！学我跟坤哥对，这个灵感来源于王源哦，不排硬剪。好，所以这里面黄老师有加入自己的一个想法吗？其实我本来想要做的，但是年轻人把我的工作给抢，对，全抢。但是他我都不能录了，你知道吗？不过他一贵了，他一说我立刻就觉得这是太棒的一个想法。其实我跟贺野我们太多地方相同。他出道的时候22岁，我出道的时候也是22岁。哦，所以我们有很多在音乐上啊，这种理解啊，这个憧憬啊，其实都很像。交给他完全放心。 哦，没接上电话。您拨叫的用户这什么意思？你监视他？哦，懂了。哇，他当明星了，然后他还想他不是耍大牌，不接电话呗，是吧？你嘴狂起来了。不是，是因为我想他其实有时候这个就人的这个记忆，他就像你在脑海里放电影一样，就是他的电影是我脑子里想象的他。因为我们歌名叫第57次取消发送，就相当于我其实打了很多，但每次都是我取消了。然后于是在我脑子里，我觉得他刚好没有接到，但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取消了，没有那个勇气。哦，原来。 真抱啊，抱得起来啊！这么大劲儿，我腰都闪到，投我，我投你。哎呦，还有花絮呢。听说练过。前面那个画面是我们13年前在一个活动里面遇到，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13年以后不得了，2人都抱在一块儿了。对，因为歌词有说漂流人海嘛，我想说就用转圈来代表一种漂流。哦，他真的好有劲儿啊！他抱我转圈，一般人抱起来是不是都得沉一下，对吧？他没有这个过程，他抱起来就直接开始转了。这说明你是真情啊！你说的倒也没毛病。
也值得被歌颂。山下的人太吵，山顶的风喧嚣，我停住把山摇，这风景刚刚好。不被对，复刻了动作。不向谁而奔跑，面对整个世界只用一个微笑。我有自拍。傻了，当天心情那么不好啊？也没有，这张照片呢是我出道前的拍的最后一张照片，也是去北京之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哦，我以前是做生意的，之后呢，甚至就负了债，然后就在外地待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就是突然有一首歌就爆红了，然后赚到了钱之后，当天连夜的赶回家。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就给我爱人打电话嘛，我就说这个开门，然后完了他就跟我说你回来了，我说我回来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你不害怕了？然后我说不害怕，不用害怕了，我说解决问题了，我说回来了。当天下着雨，我就在那个门口拍了张照片，我就觉得就是说一定要记住这个夜晚。哦，有意义。就是在那一刻，突然身和心都得到自由。这张照片对你来说极具人生意义，我们也有幸见证啊。对。我们看到碧晨是字句句的那个造型，是不是？字句句，我觉得那个是我在天赐我自己对自己相对最满意的一个舞台。确实是在我们翻唱之前，那首歌收藏不到1万对点赞，然后我们唱完了之后，不光我们的那个版本被大家喜欢，然后原唱的版本我那天看了一眼，也好像也300万收藏了，热度也所以就很开心。我觉得这东西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双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它很有价值。这看啥呢这？我听见故乡的风轻轻唤着我，听见溪流也在唱着歌。时光它一晃而过，我故乡也渐变。哎，这是 AI 做的吗？对。哎呀妈呀，用高科技了啊！还互动了，真可以啊！这谁的想法呀？那还能有谁的？肯定是我旁边的他呀！哎呀，高低不整点那高科技吗？不整点。就是我用那个 AI 的软件把这个图片，就是让它变得动起来，就我2个人这样子做，其实可以，就是跟时光的这种感觉去挂钩嘛。而且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自己剪视频。哎呦，对，然后 AI 也是我做的，然后就一块了。哇，这好厉害呀！天赐使我努力学习到不一样的知识。Cool。海之角也不再遥远，你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夏天。就是时光放映机字面的意思。我们有一次在隔空合唱，然后过了这么多年，这次就有机会在舞台上合唱了。明白，所以早就有合作了，这次是线下面对面的合作了，来到了天赐。好，谢谢3位。接下来就马上进行我们的点赞时刻了。他们的这种从视频变到舞台，这种感觉很炫酷，没有太多的科技，但很淳朴的感受到时光。你不觉得他们的那个就是很像电影感？对。每种声音都是天赐先生，鲜活情绪与您共鸣。有很多粉丝纷纷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他们心里想表达的话，我们随机找了一位，他是写给小唐的。小唐姐，舞台上的你闪闪发光，每一次演唱呢都直抵人心。虽然现在你还在成长的路程当中，但是棒棒糖们始终会伴你左右，愿一直陪你走向高处。愿你解锁更多的精彩舞台，绽放无限光芒。它叫叶寻堂。谢谢你的鼓励，我会一直努力的。然后也感谢天赐的声音，可以跟所有的老师们一起学习，谢谢。好了，接下来马上来揭晓了哈，王铮亮、黄子弘凡，3、2、1。哇，有。哎。谢谢甄姐，有了哈。这一票不是给黄子的，是给王铮亮。我知道是小亮哥是小亮哥凭借他们的这友谊换来的。25年换1颗星。哇。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海莱阿木和张碧晨《孤独与自由》。3、2、1，2赞。
耶！接下来我们来看王源和房东的猫，飞鸟和蝉。怎么着得来一个吧？3、2、1。4票，4赞啊！哇，可以。按以往的经验，这个票数绝对的胜出了哈。可以，有戏。张靓颖、徐佳莹，失语者。来，3、2、1，一赞。好过没有？张新成、姚小棠第57次取消发送，起码3票。3、2、1， 3赞。哇，你太厉害了吧！所以贺野和黄舒骏合获得的是1赞，很难笑得出声。天赐金刚瑰宝滋养音乐新生，首先有请点赞数最高的那一组音乐合伙人来到我的身边。我觉得选和吧，我怕哥困了。来，有请2位。接下来就请递上我们的东阳光先声夺人礼盒。这样吧，就是我们给预言家吧。来，有请黄子弘凡和王铮亮。好嘞。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6季，我是陈欢，向每位热爱音乐的你问好，大家好。好了，即将迎来我们第一组登场的音乐合伙人，让我们欢迎王源、房东的猫，加油！我是听着你们歌唱长大的。No， 你像名言成语，这真的是在上学的时候，当时我们身边同学都在听的。哦，那要不要一起唱一个？好，你唱一下。来，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路灯下昏黄的剪影，越走越漫长的林径。哎，真差不多，我的回忆还是可以的。歌词都记得。好听，这一次我们选的歌叫《飞鸟和蝉》。对。你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夏天，听不见。这首歌就觉得主要是遗憾，因为像这个飞鸟和蝉嘛，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叶子上，但是他们蝉不是飞不过一个夏天嘛，就没有办法见面。对，蝉注定是只能留在它鸣叫的那个地方，但飞鸟的目的地永远是远方。这首歌就是以这2个动物，然后来指了人生中很多可能不可逆的离别。我觉得每个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一段关于自己的故事。我是前段时间拍了一个校园剧，把一个高中2年3年的故事浓缩到3个月让你来经历。那个时候也是大家要各自远去，各自离开，挺像这个歌的。就感觉一直在相遇，又一直在离别。对，而且当时我还演一个要考飞行员的一个人，正好就像飞鸟，他就飞远了，然后暗恋的那个女孩，她正好就在本地，她留在了原地当一个蝉。对，是一个非常遗憾，但是又很美的故事。我会对那个在我成熟的笑脸，你却未看过一眼比较有感触。对，因为觉得好像遇到了好多人，然后离别之后，他们没有看到我长大之后的样子，就很遗憾。对，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玩得特别好的同学，毕业之后就没有再见过面，但是我现在偶尔还会收到他给我写的邮件，然后说会默默关注我，然后看到你现在过得很好，才非常开心。就是会觉得虽然互相关注的彼此，但是可能再也不会真实的见面了。我感觉有时候，大家的离别也是无声无息的，就从你生命中走过了，后面就再也没有联系了。房东的猫，他们音色其实跟这首歌还挺搭的，有一种很青春，然后很细腻的感觉。然后这次编曲是一个化繁为简的编曲，
就想传递这种淡淡的，有一点哀伤，有一点遗憾，同时在遗憾之中充满着美好的这种感觉。你说金色最大初恋，如小雪落下海岸线。第5个季节某一天上演，我们有相遇的时间。你说空瓶适合许愿，在风暖月光的地点。第13月你就如期出现，海之角也不再遥远。你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夏天，听不见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被未见的思念，被季风吹远，吹远默念的侧脸，吹远鸣唱的诗篇。你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叶片，去不同的世界，却从不曾告别。沧海月的想念羽化我昨天，在我成熟的笑脸，你却未看过一眼。你说空瓶适合许愿，在风暖月光的地点。第13月你就如期出现，海之角也不再遥远。你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夏天，听不见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被危险的思念，被季风吹远，吹远默念的侧脸，吹远鸣唱的诗篇。你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叶片，去不同的世界，却从不曾告别。沧海月的想念羽化我昨天，在我成熟的笑脸，你却未看过一眼。被危险的思念，被季风吹远，吹远默念的侧脸，吹远鸣唱的诗篇。你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叶片，去不同的世界，却从不曾告别。沧海月的想念羽化我昨天，在我成熟的笑脸，你却未看过一眼。
之前我们在这个前面的短片里面看到，其实是有一个隔空的合作。这一次面对面的合作，什么感受？就说到这首歌，我脑海里第一个出现的我的合作伙伴就是房东的猫。哦，我觉得也是一个梦寐以求的一个合作了。这首歌叫《飞鸟和蝉》。我觉得做飞鸟和做蝉都是大家自己的选择。我们都是飞鸟，我们在这几年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房东的猫巡演也开得很好，哎呀，然后专辑也很棒，然后今年我也有巡演有专辑，所以大家都是飞鸟。其实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写的我蛮喜欢的，因为用飞鸟和蝉两个动物来代指了我们人生中可能很多没有办法阻止的分离。然后这首歌有一点淡淡的悲伤嘛，告诉我们要如何优雅的离别。哎呦，哇，很帅，很优雅，很优雅。转身不能心痛，要优雅。其实这首歌淡淡的一些伤感和忧伤，跟房猫的气质和给我们的印象挺像的。在有歌的舞台上，曾经也唱过一首歌，叫做《下一次》，对不对？对的。可以给我们现场清唱几句吗？可以的。下一趟列车到站的时候，已走远的你是否会回头？人生的风景总在变化，理想和现实难免有时差。下一幕电影开场的时候，熟悉的你还会在原地吗？这一生总要经历复杂漫漫长路，我们一起吧。谢谢。哇呀！接下来不知道我们3位舞台上优秀的音乐人有没有让我们现场的各位音乐合伙人也有心动的感觉呢？我觉得他们今天开场唱完这个歌，我们感觉身边的沙发更软了，我们感觉身边的空气就是变得更加会让你陷进那种幸福的状态里面。它真的会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就是那种酥酥麻麻的感觉。就其实这首歌，我们大家在听完以后的，就是那种回甘，那个味道很久，就到现在说的时候，我脑子里也是。无论是刚才的画面跟旋律，就是很喜欢，真的很喜欢，太棒了！谢谢兄弟。我觉得其实从这一季的天赐开始，然后王源的前5期的舞台，他遇到的所有跟他合作的人，都跟他有着不一样的声音温度。但这次的舞台，我觉得遇见房猫是真的是在同一个温度里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是真的会让人结束之后想去反复再去听的这样的一个舞台。而且今天王源的和声唱的超级好听，都唱得很从容，就很舒适。对，谢谢。很棒的舞台，很棒的舞台。从我出道的时代一直演变到今天，难免大家在技巧上都在追求着。事实上也如此，就是现在所有的歌手在演唱的技巧上，都超过我同时代的人很多很多。哎，黄老师，因为这里有很多小朋友00后啊，他们不知道你那个时代，你说几个你那个时代的标志性的歌手。哦，跟我同个时代出道的，大家的好朋友、老朋友，张信哲。更有一个小虎队。哇，你保养的真的蛮好的。感谢。我也用了这个东阳光的仙虫草保养了一下。我相信此刻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内心有很多话想表达哈。如果他们的音乐、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表达也触动到你的话，你想跟我们说些什么？有请。老师们好，大家好，我叫汪源，我也是从校园里走出的原创音乐人。哦。在我18岁高3的那一年，带着我们的13个同学，我们一起走进了录音棚。我好像知道。写出了我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叫做《北京东路的日子》。哦。所以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想起了非常多我在大学和高中时候的很多青春回忆。到今天已经快20年过去。
在那一次录歌之后，我们再也没有13个人一起去合体过。我们真的没有想过，原来说了再见之后，真的没再见。但是当我刚才看到房猫老师、看到王源老师的演唱，我觉得就好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了我自己的音乐梦想。我想不论我和我的同学们，我们分别在哪些地方，我相信青春不老，梦想依旧，我们终将会抵达我们想要去到的远方。谢谢你，谢谢。所以想问一下3位，会唱这首歌吗？当然会，应该是没问题，都会啊！你看看你写的作品都会。那我们现场可以商量一下，给我们来一版现场的 live 版。开始的开始，我们都是孩子，最后的最后，渴望变成天使，歌谣的歌谣，藏着童话的影子，孩子的孩子，该要飞往哪儿去？请王源给我们现场唱几句，好不好？开始的开始，我们都是孩子，最后的最后，渴望变成天使，歌谣的歌谣，藏着童话的影子，孩子的孩子，该要飞往哪去？谢谢，谢谢王源，谢谢。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声音教养团的各位老师，请与我们分享。刚才很多音乐合伙人说这个舞台的感觉就是柔软，确实，就像房猫在2018年你们专辑叫《柔软》一样，就是这么多年你们还是这样一个很柔软的姿态。我听到你们歌说，我会觉得你们是不是就是一个那种花草系民谣，可能花期很短，到了后面你就没办法照那个声域唱歌了。可是我现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们除了柔软之外，还有很坚强、很坚硬的那一面。你们声音里面那种非常的坚信自己要走去何方的那个态度，我觉得是能够支撑你们往后面一直走，所以非常享受这舞台。谢谢肖老师。其实这2组音乐合伙人身上还是有一些共性在，就是出道多年，但是声音的那种清脆、那种纯洁从来没变过。我们之前唱过那个老男孩，今天是一个老小孩组合。雨儿今天这场我觉得也挺好。其实我一直在跟你讲，我说我希望看到你的失误，因为你有失误，就说明你非常的放松。在你非常放松和松弛的时候，才容易出来好东西。之前一直以来，其实我都在讲，你唱歌非常完整，非常完美，甚至感觉你怕犯错。但是你今天越来越松弛，接下来你会越来越好。谢谢各位老师。当然，我们也要谢谢在舞台上给我们带来开门红的3位。把掌声送给王源、房猫，谢谢3位，请落座。让我们掌声欢迎王书俊、王鹤言，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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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们天赐先生公益计划应该进展得不错吧？来，让能量值再涨一波。大家都非常关注我们这一次的公益计划哈，让我们先来一颗东阳光真草原纯粹含片吧，来，一人1颗。哇，100%纯冬虫夏草萃取，原料纯正，营养足，入口即溶，更好的释放能量，守护我们的健康。是啊，一起来加入到我们天赐先生的公益行动来。在含片里面的冬虫夏草还真不少，是，味道很浓郁。哎，我们在身边是不是该出现这种能量值的加成啊？没错，这就是我们东阳光鲜虫草，好虫草鲜着吃的社会意义。让我们把这一份心意不断的传递，为山区儿童的梦想持续注入鲜活能量，让每一个微小的声音都能够被听见。怎么说，老师？再来一遍吗？我们再来一遍好了。好，我刚刚偷唱了他半句。黄舒骏是影响我80后一代的一个非常重量级音乐人，他的很多作品都是非常非常的高质量，也现在听来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他来到这个舞台，势必能给这个舞台带来一些文化的沉淀和厚度。你见过 CD 吗 ？CD， 我当然见过了，但是坦白说，我不是 CD 时代的人，其实我属于 VCD、DVD 的时代。卡带你肯定没碰过了吧？像我们的时代，录下一首歌非常困难，而那是一个很大的投资。我第一次感觉得到我火了。我是在计程车上，计程车司机就放了我的歌，那是我唱片发行后的2个礼拜。当时觉得我厉害了。对，那从那一刻开始到今天，你看你才几年，我已经这么多年了，永远忘不了最初的那一刻。对，我从出道开始，在专注个人创作的时候，我是心无旁骛，我拒绝掉非常多各种各式的演艺圈的邀约，只为了1年写出10首歌，1年10首歌，就是当时我的脑袋里面认为最圆满的人生。像我们以前就是说，你歌火了，然后大街小巷都在放你的歌，可是你的时代并不是那种大街小巷，而是在互联网平台上，你只能看到数字嘛，你是什么感受？你会想要像我们这样大街小巷听到自己的歌吗？现在也是大街小巷，就是我的歌呢，在哪儿放的比较多？剪头的地方，吃饭的地方放的比较多啊。但其实现在像您说的没错，确实是数字。有的时候当数字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可能你就麻痹了。不过我觉得我们很多人没有改变时代的权利，那我们就在自己的能力下去顺应这个时代，然后在顺应时代的前提呢，保持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们今天要唱的是《河》这首歌嘛。时间像一条不回头的河流，我们还期盼着。我们都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你不可能就涉入同一条河2次。就跟我们人生，我们不可能2次出现在同一个时间点。这也是这首歌用河来比喻时间，比喻人生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含义。对，我人生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必经之路，因为他如果迈不过去那里，他就不会到达这里。所以我觉得走到现在了，每个轨迹都是有意义的。我活得像一条河一样，既无畏，又不用去做太多的判断，顺流而下，终究会得到各种不同的风景，而这些不同的风景都是我的人生。对，其实这首歌并不是演唱，我觉得真正的是由内而外的去感受这首歌，感受它的歌词，我觉得这才是最主要的。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一次的展现，希望大家都满意。时间像一条不回头的河流，我们还期盼着，可一瞬都变了。我们在想象着，有什么没来呢？还能够经起怎样的波折？习惯有些事选择权衡太久，却一分身逆流，何以敢怎么用？然后只感慨着，如果当初如何，将会是多么不同的我。我们走太远太远了，看不清来时的路了。那些寂寞、绝望、无常，还
会经过多少呢？也许是看过太多了，一片的梦都不行了，所有等的、爱的、要的都被丢在哪里了？曾经的你呢？习惯有些事选择权衡太久，这一份生逆流和一干怎么有？然后只感慨着，如果当初如何，将会是多么不同。走太远太远了，看不清来时的路了。那些寂寞、绝望、无常，又能够将人怎样？就算是看过太多了，可是这梦还要做了。所有等的、爱的、要的，一直都在那里呀。曾经的你啊，所有等的、爱的、要的，都被丢在哪里了？曾经的你呢？这首歌听得我有点感动哎。对，这个词写的和哇，在二位的演绎之下，我似乎都忘了这首歌原来是邵涵唱的哈。其实我和俊哥是第一次唱歌，我觉得我今天一定不要垮，因为他唱的简直太有味道了。就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情感浓度大于一切的，因为和在我眼里其实它是很多的故事，在演绎这首歌的同时，也是在大家传递我们的故事，所以说我就觉得这首歌走心就好，简单就好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偶像，就像黄老师，我们很多80后听着他的歌，沉浸在他的音乐世界里面。但是世界瞬息万变，音乐圈也是一样。所以您觉得您的演唱方式，以及您的编曲方式，对音乐的认知的方式，和现在其实完全不同。您觉得自己要坚持自我，还是觉得已经跟现在的音乐有了一定的脱节？我觉得只有被接受或不被接受，只有被喜欢或不被喜欢。如果有人继续喜欢、支持你，你就存在。脱不脱节，其实不在自己的身上。一个人就是忠实的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总是会觉得年轻的时候穿的衣服好土，但是你会不会记得当时你穿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好洋气呀！你肯定是觉得它很洋气，它很漂亮，它最适合你。你穿出去的回头率一定很高，你才会穿那件衣服出去。但你不能用未来的自己去否定现在的自己，你也不能用现在自己去否定过去的自己。我觉得任何人都是做好自己，至于你可以多久的被喜欢、被接受，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很多的因缘际会，所以我不会想到脱不脱节这件事情。如果想到这件事情，今天也没有机会站上这个舞台。我刚刚看这个舞台，感觉像是一个经历了很多事情的一个前辈，然后再跟一个刚踏入社会的一个青年在对话的感觉。看到的是一些主妇
嘱咐野子哥，就是你还会经历那些寂寞，还会经历那些绝望跟无常，就特别特别的温暖，特别特别的掏心肺那种感觉。然后在这个舞台，我真的看到野子哥没有任何的设计跟技巧，就所有的唱出来的东西都像是他说话，平常就是说话说出来的那种语气跟感觉，特别特别的自然，特别的真情流露，很喜欢这个舞台，谢谢。我刚刚是真的觉得这首歌特别打动我。我刚刚跟来来讲说，我说他们俩今天这首歌像忘年交，然后再互相交心，聊一些家常的感觉，但反而就让人觉得聊得浅，但是这个味道很深，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人的一首歌，我很喜欢。谢谢。贼稳，贺野，因为他刚刚把那个麦克风其实有时候还拉得很远，然后呢，那个声音其实整个还是挺回荡的。我就有一种就是像两人隔着这个河流，然后呢，一个在山的那边，一个在山的这边，他在河流中再去问过来人，然后再用一种波澜不惊的语气在回答，我非常喜欢，谢谢，非常棒。我觉得这是特别典型的2个时代的唱法。对，黄老师一开口直接就到80年代了。就是那种声音的处理的方式，跟现在的很多歌手是不太一样的。那对于贺野来说，这个舞台其实唱得很放松，唱得很沉浸。这个歌我们听起来都很舒服，我觉得挺好的。谢谢。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现场5位声音鉴赏团的老师现场合议，给予本轮的待定金曲结果。好，有请。音乐购燃，自不摇仙，开盖释放鲜活力，东阳光鲜虫草能量时刻。有请建音团揭晓待定金曲。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王源、房东的猫、飞鸟与蝉。恭喜王源，恭喜房猫。也要谢谢黄淑君老师，谢谢贺野，请落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张新成、姚小棠，加油！师哥好，师妹好，师妹好。好，来坐。请坐啊。这次的音乐合伙人是我的师哥张新成。再遇搭档还是有一点点的新鲜感，因为这次唱的歌跟上一次的不太一样。这次唱的歌曲是第57次取消发送。这首歌它取消了57次嘛，然后呢始终没有能发送这个我好想你，但是发出去我觉得也是需要勇气的，就万一你发出去就没有回应怎么办？有些人可能迈不出这一步，然后可能会因此感到深深的遗憾。我看了一下网上解读，就说它这个叫57次取消发送，其实就这个歌在那个第57秒的时候有一个我好想你，但其实这个也一直没发出去。但我感觉应该是埋了这么一个那个伏笔，我觉得还挺妙的。因为他一直始终没有发出去嘛，其实还是一个没有特别勇敢的状态，谁先发送谁就输了。哦，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有个想法。倒不如咱俩真演一下。真的？啊。其实我觉得开始就是我们俩往那一坐，再演个什么发送，然后你开始唱。我唱人就是声音感受放，甚至可以就是加几声按电话。哦，就加点音效。因为我们想在这首歌里面多加一些剧情的东西，所以我们有设计了拨通电话，然后对面却没有接到的这么一个情境。然后一开始就是发送不出去嘛，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对视，我们所有的都是背靠背。然后最后我们鼓起勇气面对面说了我好想你。所以我希望通过调度和表演给它增添一点调料，让它更有趣、活泼一点。好像只能礼貌的问候，你的
太习惯没了你的小宇宙，研究是上瘾感受，仿佛只能轻声的低语，你的笑容曾温暖我的心，不太习惯失去你的小天地，回忆成了大问题。我好想你，在每个夜里孤单自许，纷飞的回忆猜不透你褪色的熟悉，是我编造的幻觉。熟悉的世界全是你的记号，删掉的短信确定不想打扰。可是想念却在脑袋里吼叫，那些画面还是没有办法忘掉。你现在在哪里？我们俩的回忆是不是已经不是唯一？念旧是我的问题。仿佛只能轻声的低语，仿佛只能轻声的低语，你的笑容曾温暖我的心，温暖我的心，不太习惯失去你的小天地，回忆成了大问题。我好想你，在每个夜里孤单自许，纷飞的回忆猜不透你褪色的熟悉，是我编造的幻觉。我好想你，在每个夜里孤单自许，纷飞的回忆猜不透你褪色的熟悉，是我编造的幻觉，是我编造的幻觉，是我编造的幻觉。感觉就发生过这个事情。对，这次这首歌也是我们一块儿，然后包括编曲啊各种想法，我们其实改了很多版。因为原版是那种淡淡的忧伤嘛，然后我们这次改的比较明媚，是因为我们觉得回忆也可以是很美好的感觉。啊，对，还挺甜的，我觉得。嗯，是比较吻合二位的气质。虽然我也没来过几次啊，这是我第3次嘛。然后因为前2次都唱的那种就是慢的歌曲，所以也想尝试一些新鲜的，这样一种轻快节奏的东西。所以问一下，是否生活当中也有取消发送的情况？别人取不取消我不知道，但我肯定有。其实我内心比较多愁善感，会想很多。有时候发送，比如说一些消息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发过去妥不妥当，别人看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举个例子，你工作上，对工作上，比如说戏这场怎么拍，然后呢，你有一些想法，但你有时候你也不能完全的直接说按我的来，你肯定也得考虑别人的感受。反正就是会经常的在这个方面纠结啊。亮，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兄弟几个人嘛，就是有无数的群，我们6个人啊。 6个人有8个群啊，你们6个人有8个群，哎，8个不止。我们出去的时候，只要是以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有些活动3个人在一起啊，或者4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另外2人不在群里面，哎，有些人就要调侃啊，调侃，哎，这下这个群舒服了啊，没有谁特别好。结果呢，一不小心有些人把这个发到了我们6个人大群里面，就很尴尬。啊，我也不说是谁啊，反正不是我啊 ，OK， 就是比较好玩嘛，就属于这种情况啊。这首歌我就觉得就是他们很有情景的表达。刚才在这个舞台上面，他不仅唱了非常好，歌唱得非常好，而且他们有一种
让大家身临到其境，看了一个小小的偶像剧，看了很甜的感觉，所以就很投入的在里面，很享受这首歌。谢谢。其实从歌曲的感受来说，就是他们的编曲里面非常的有希望感。就尽管他们可能有无数次去取消这个打的电话，但是他们依然会坚持去做这件事情。他们从来没有去放弃过，是因为心里是真的在意，而且就是他们通过这样的表演，能够传达到的我们的心中感受是温暖的。我其实之前有跟新城合作过一次，是吧，斯蒂文？是的，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他们两个本身认识时间很久，所以一起唱一个非常具体的情歌，它就很有说服力，很有画面感。然后我觉得听小唐唱很多情歌，但是好像就是这种速度的，然后这种比较轻快的情歌，你还是很少在这个舞台上唱的，唱的超级好听。谢谢。从个人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让我失望的表演。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两个人有这种师哥师妹的这种传承在，是不是应该在舞台上有个音乐剧的表演哈？可能把原来之前的大戏拿出来让我们见识一下。但我没想到两个人唱了一个小甜歌，但是也无妨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品啊。不管是两个人的这个基础的这种节奏音准，这些都是教科书级别。我觉得今天这个视频可以让那个中戏的老师拿回去做一个招商的广告使用了。谢谢了。谢老师。谢谢了。小唐的变化真的特别大。这一期来了首小甜歌，然后你的和音这首歌唱的特别好，而且不光音准，你还在控制自己和新城的这个比例，我觉得发挥的特别好。新城，我觉得你比上一场松弛多了。我感觉就是你在这首歌的表演中，完全在享受音乐带给你的那种喜悦和松弛。所以我特别喜欢你们两个的这场演出。谢谢。新城的话我有一个小小的意见想跟你说一下。好嘞。这个歌的话，它律动性比较强，我觉得在你在唱的时候，声音可以再靠前一点，就是把之前可能那种偏向于音乐剧那种腔体稍微可以再往前一点点，它会更好听。哦，明白。只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其他的都很好，律动也非常好。我也没想到你唱律动也会就是这么好听。谢谢。谢谢。当时我看到他们演唱完以后，这种鲜活的劲儿依然在身上。小唐，你是不是给自己加什么油了？录制全靠东阳光鲜虫草，随时补能，有鲜虫草在手，工作状态随时在线。现在正是我们鲜草季，在采挖后12个小时内，采用智能生态保鲜技术完成的一个急速锁鲜，冷链直达，根根饱满，保留了充足的活性成分，打满能量条，让我们鲜活每一刻。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小唐和星辰，谢谢二位。接下来即将登场的竞演音乐合伙人是，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铮亮、黄子弘凡，加油！小亮哥，你不是说要请我吃大餐吗？对呀，怎么这么悠闲自在？我跟你说，谁说现在烹饪就要手忙脚乱了？我这里有漂亮又能干的小助理啊！老板联系鸡2微蒸烤一体机，70大容量，这里还可以继续加，还能装。而且它的厉害之处在于可以一边微波一边蒸，效率超高。这样呢，咱们就有更多的时间一边吃一边来讨论编曲了。这个机器啊，它是懂得时间管理。可是同时蒸菜的口感和营养能同时保证吗？它的这个营养算法可比咱们编曲还要精密呢。它可以自动的调节温湿度曲线，看见没有？保留更多的食物的营养，又快又好，真不错。边享受美食边创作，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嘛。你知道吗？我是5年后回归到这个舞台。你上次来是5年前，我跟彩虹合唱团一起唱了一首《再见》。我会牢牢记住你们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非常想念这个舞台，因为我是非常喜欢舞台的一个人，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面，我们能够跟不同的歌手
而且跟不同的音乐类型，然后会产生非常多的不可思议的碰撞和火花。所以我这次非常期待着跟黄子的第一次的合作。这次真的是找到一首上面有很多精神上共鸣的歌。月亮翻过小山坡，月亮悄悄翻过小山坡，一座座月光满。这首歌曲像我小时候的一种童谣，听到它的时候，一下时光就把我拉回到了我很小的时候。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很简单，很质朴，但是往往简单质朴的里面，它只要是写家的，关于思念的，往往它能够最柔软的流淌到你的内心里面。这首歌我觉得讲的情感还是很浓的。对。这首歌最戳中我的地方就是对父母亲的所谓爱的一种表达。我小的时候吧，家里的条件真的不是很好，我记得借个手风琴学，每周就要去上课，我爸就风雨无阻的骑着自行车，然后背着手风琴已经很重了，然后还要夹着我在后面。怎么说呢，就是砸锅卖铁的都愿意为了我学手风琴而去奉献付出。好像5年级的时候才拥有我人生中的第一台真正的手风琴，还是花了好几千，因为对他们来说每个月工资就是200多，这个是我记忆的就是最深刻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出去了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家跟外面的世界可能有不同，甚至到国外以后发现哇，就更不一样。对呀，对。其实我老家是甘肃兰州的嘛，然后我们的小区它是建在那个坡上的，所以说它的小区呢，它是一节就是我知道，就是有那种对层高的。对。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真的一下就想了自己小时候的那些回忆。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这个坡很爽，我们可以骑自行车、滑轮冲下来，然后我们那个小区楼下有一棵很大的树，但是有一年我突然回去，发现那棵树已经被砍掉了，只剩一个墩了，然后回到了我们小区里的那个小卖部，小卖店那个叔叔他还在那儿，在我跟他聊天以后，他马上会想起我，还是像亲人一样。如今到现在重新回想起，发现其实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环境，但是我回去以后会恍惚，看着眼前一切熟悉又不熟悉的场景，就是有点不确定这是哪儿，就是好老的感觉这个地方，就是会有一点难过吧，但是又说不上来，就这种感觉很复杂。我先起高一点，我们把旋律再确认一下。好。爸爸为我倒了酿的酒，妈妈为我端来热的粥，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那么无虑无忧。我觉得我跟小亮哥一定能打出不错的配合，因为我们也算是有一些默契的。希望能通过这首歌，给大家带去治愈，给大家带去温暖。天生好水，敬天赐好声。月亮悄悄翻过小山坡，一座座月光慢慢悠悠，温柔的洒落。路边开出小小的野花，一朵朵。走在归家的路，泪眼婆娑。我听见故乡的风轻轻唤着我，听见溪流也在唱着歌。时光它一晃而过，可故乡依旧没变呢。爸爸为我倒了酿的酒，妈妈为我端来热的粥，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那么无虑无忧。月亮悄悄翻过小山坡，一座座月光慢慢悠悠，温柔的洒落。路边开出小小的野花，一朵朵，岁月寒来暑往，却也收获。我听见故乡的风轻轻唤着我，听见溪流也在唱着歌。时光它一晃而过，可故乡依旧没变呢。
添几道愁，妈妈目光又增几分忧。长大后我才明白，人世间亲情最难放手。月亮悄悄翻过小山坡，一座座，月光慢慢悠悠温柔的洒落。路边开出小小的野花，一朵朵，岁月寒来暑往，却也收获。月亮悄悄翻过小山坡，一座座，月光慢慢悠悠温柔的洒落。路边开出小小的野花，一朵朵，岁月寒来暑往，却也叫收获。长大后我才明白，人世间亲情最难放手。这一次其实编曲的思路想法全都是小亮哥在负责，很好听，就很多想法的提供。小小的想法，对。因为手风琴，其实大家知道是我的专业，其实口风琴也算。因为再次回到天赐的舞台上面，想带着老朋友过来，所以我当时问黄子嘛，因为吹是他的强项嘛，他不仅吹牛啊，就是我们吹奏都可以的。我说口哨会不会？他说试了一下，口哨他说口哨是男中音的口哨。对，我是一个中音哨，然后小亮哥是一个高音哨，一会儿他可以给你展示一下。啊，别一会儿了，我们只管感受一下吧。1 2 3。哦，可以啊，还可以啊。哇！看到2个哨子精。然后其实后面就想到葫芦丝嘛，因为就是小的时候，当时也就浅浅的碰过，结果一试发现，哎，还可以。对。然后于是就会有刚才那一段的这个演奏，对。我认识王铮亮已经25年了。就你差不多你1岁的时候，就我跟他就在认识了。就是亮哥算是其中一个打开我的音乐视野的人。早期我唱歌的时候，很多时候没有伴奏，然后亮哥还会帮我找伴奏，然后会给我介绍他的一些喜欢唱歌的音乐上的朋友，然后我觉得让我的世界就是又开阔很多。然后刚刚听到的这一个现场是对我来说既温暖又非常精准的现场，我感觉他们嗓子里有一个音量的钮，控制得非常准。什么时候是2个人同样的音量，什么时候谁主谁次，然后哪一个字作为过渡到对方的这一个位置，这个在现场的合唱当中是非常难做到的。而且整首歌每一个字，除了节奏是齐的，音准、声音的位置，就是那个松弛度的位置都是一样的，这个是很难很难的。我就是想要表达我的这个惊叹，因为这个舞台真的就是很精准，然后又很温暖。1点分，谢谢。哇，我真的超级喜欢。首先是喜欢2位的演绎，第2个是我好喜欢这篇词，就是我有一种感觉，觉得它像是小朋友写的诗。然后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用17年学会像大人一样说话，但要用一辈子去学着像小朋友一样写诗。哇，所以我就觉得走心，我真的超级喜欢。因为这首歌其实歌词它是很质朴的，但是我觉得往往在质朴的歌词里面，为什么引起共鸣，就是他一定在里面感受到了深深的情感。可能你的家乡就算一直不怎么改变的话，但是你会发现父母的这个皱纹会慢慢的变多，所以就会想到他们嘛。也是这首歌里面我们找到了各自的一个支撑点吧。对，是的。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小亮哥唱现场，您一开口，你的声线就触动到我，然后我现在就很想马上再听一次。
就是副歌。吹吗？是？不用吹，不用吹，唱的部分，感受一下。月亮悄悄翻过小山坡，一座座，月光慢慢悠悠，温柔的洒落。路边开出小小的野花，一朵朵，岁月寒来暑往，却也收获。我好喜欢哦，谢谢。就是会让我觉得有一种福至心灵、如沐春风，就觉得哦，所以我们要唱歌，所以我们要用歌来陪伴我们过生活、过日子，来记录我们的心境。就是除了你们在技术上让我们惊叹的部分之外，我觉得在感受上，我也觉得我好享受，非常非常的好听。所以我说谢谢你们。谢谢拉拉姐。我也非常非常喜欢，然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动人，就是希望这首歌永远不要结束，因为我听的时候就会觉得脑海中出现很多很多的画面，包括我的童年、我的外婆、我的爸爸妈妈，好像在放电影一样，然后就希望这个画面不要停，然后希望我的童年也不要停。会的，谢谢，谢谢。我也是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我也觉得好像自己对家人有很多难以启齿的思念和爱。如果有这样子的歌，可以发给自己的父母或者自己思念的人，可以表达一些我们羞于言表的爱吧。谢谢。的确，这个作品是我在第6季天赐以来听着是让我唯独没有任何跳戏的一首歌，是特别特别好的。真的，黄子让我觉得好意外，就是认识你越久，就会发现你会的活越多呀。对。当然了，我觉得绝对得益于小亮的存在，亮的声音太好听了。小亮哥在处理和声的时候，他有自己的装饰音，很好听。因为我们现在听很多作品是这样啊，我听1遍觉得哎好听哎，听第2遍、第3遍，我可能到第4遍我就不想听了。但我敢肯定，这首歌你听10遍都不会腻，是很好听的作品。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众所周知，天赐是一个可以锐评的舞台。可是这首歌我确实听了半天锐不起来。对，因为我本来已经准备好了要看黄子出丑的，因为这首歌其实完全是亮哥的统治区，因为它是一首偏向于传统歌谣，而且它还有怀旧的气息。可是我听到了那个预副歌的时候，听到黄子唱那段。爸爸为我倒了酿的酒，爸爸为我倒了酿的酒，妈妈为我端来热的粥，我突然间发现黄子突然在这一段换了一个音色，就这一段其实是一个很高阶的技巧，不像是一个现场，就像是可能在一个录音室作品当中，一个 DAW 它就混好了东西，我觉得太厉害了，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对黄子认识不足，所以真的厉害。谢谢。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收到的 demo 里面的人声、导唱还有和声，所有的全都是小亮哥自己录完然后给到我的。就是我当时我就觉得哇，就是很有安全感，真的是很谢谢小亮哥他的所有的准备跟这些。所以说，天赐是一个为什么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独一无二的舞台，因为我在这里通过一个个舞台作品跟不一样，但是非常优秀的老师们来进行这种舞台的演绎，我会觉得是我的福气。对，所以说我其实真的是来到这里，慢慢一步一步跟随着大家的脚步，然后再往前走这样子。对，我们把掌声送给黄子哈。但是这一刻，我们要把难题交给我们的建音团的5位老师，现场合议给予本轮的待定金曲的结果。透心凉，心飞扬，活出你的爽，雪碧酷爽时刻。刷新自己，要爽就爽透。下面我们有请声音鉴赏团代表公布合议结果。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月亮翻过小山坡》，黄子弘凡、王铮亮。
恭喜二位，谢谢老师们，谢谢。刚刚的表演真的太精彩了，所以现在感觉如何？每次在舞台上全力以赴，都有一种自己被刷新、被突破的感觉。没错，其实呢，每一次刷新，每一次突破都是值得庆祝的，尤其是再来一瓶雪碧，是让我们爽上加爽。对，雪碧这种清爽的柠檬味儿，真让我感觉到什么叫要爽就爽透。来，酷爽舞台，一起加油！加油！让我们有请张碧晨、海来阿木，加油！你们俩其实这次是第3次见，对，都是在天赐，但是没有机会合作。坦白说，我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听过特别多你的歌，但我有一次就是我开我自己姐姐的车，就是我一开车它就会启动播放器，全是你的歌。然后我就问我说你喜欢海来阿木？他说我姐说哇对啊，他唱的多好啊。然后就一直说，然后我觉得哇这次来了其实就可以我们合作一下，他肯定会非常开心。那你这个姐姐的年纪应该也不是特别小吧？没有很大，比我整整大1轮。可是他整个心态非常就是年轻的那种，然后他就喜欢听像你的歌里边就是传递人生啊，有一些感悟，然后很直接的这种，他就非常喜欢的，天天唱。我觉得张碧晨老师在我的这种认识里边，他一直都是一个非常能唱的歌者。当我知道就是能跟他同台来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那这次我要和张碧晨老师要合作的歌叫《孤独与自由》。山下的人太吵，山顶的风喧嚣，我天竺般闪耀。我觉得这首歌它是想告诉大家的是，把人生的高度比喻成一座大山。登山的这个过程呢，是在学习，在激励着正在孤独奔跑着的人们。就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你才能得到你最想要的自由。我觉得这首歌就很符合我现在的人生状态，就像他这个里面讲的，山下的人太吵，山顶的风喧嚣，就是你又不能站在山脚下，就是你对你的人生没有野心，没有期待，这是不可以的。我更多的是半腰往上一点那个位置，我觉得是因为这个状态吧，比较舒适。我既可以看到很多山上能看到的风景，同样我也不会因为站得很高而缺氧，或者寒风凛冽。或者很孤独都不会啊。对，我觉得我是在山腰上，我已经过了山下的那个段了。在几年前，就会有很多人就对我有不同的看法。其实那个时候会在意别人来指指点点我的作品。突然有一天我就茅塞顿开了，我就觉得这就是我喜欢的东西。我就会觉得，当你想做好一件事儿的时候，其实不要去听别人怎么说你，怎么看你。很多时候其实埋头苦干这件事儿，其实是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歌整体就是唱完了还是会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我想过我们合作可能会合作一首很慢的、很抒情的那种歌，但来了一首这样的歌，未尝也不是一件好事儿，就很特别。对。那句我来不了啊，主要是他一句接一句太快了。是我的骄傲，山下的其实就是隔一拍。对，我的骄傲，我这个已经快断气了。这个歌的编曲前面稍微做了一个变速的处理，其实大家就是想去烘托这个歌的气氛，就是也是一个挑战。再试一次啊！再来一次啊，张老师。你唱不动了，你就蹲下，是吧？然后再唱不动，我这这首歌的速度太快了，编曲不是那种就是唱完了你还可以在这顿一顿，气口真的就是没有气口，可以这么说。当然，我觉得这一次的编曲把孤独与自由诠释得非常的清楚，你能感受到不同的孤独的人对待着怎样的自由。每日鲜虫草，吃出年轻态，我们一起加油吧！
听他们嘈杂声音，可谁又曾道出这世间的真理？看他们蜂拥而聚，可最难走的路从来都不拥挤。命运如风，现实的云海翻涌，时光如虹，灵魂已千疮百孔。单枪匹马闯过来的人才懂，孤独也值得被歌颂。山下的人太吵，山顶的风喧嚣，我停住半山腰，这风景刚刚好，不被谁而打扰，不向谁而奔跑。面对整个世界，只有一个微笑，得到的就拥抱，失去的就放掉。人生的下一秒，谁都无法预料。用孤独做城堡，远离世间纷扰，没越过的荆棘都是我的骄傲。看这岁月的雾气，曾经炙热的心，终将归于平静。问这人生的意义，我们哭着降临，能否笑着离去？命运如风，现实的云海翻涌，时光如虹，灵魂已千疮百孔。单枪匹马闯过来的人才懂，孤独也值得被歌颂。山下的人太少，山顶的风喧嚣，我停住半山腰，这风景刚刚好，不被谁而打扰，不向谁而奔跑。面对整个世界，只用一个微笑，得到的就拥抱，失去的就放掉。人生的下一秒，谁都无法预料。用孤独做城堡，远离世间纷扰，没越过的荆棘都是我的骄傲。山下的人太少，山顶的风喧嚣，我停住半山腰，这风景刚刚好，不被谁而打扰，不向谁而奔跑。面对整个世界，只有一个微笑，得到的就拥抱，失去的就放掉。人生的下一秒，谁都无法预料。用孤独做城堡，远离世间纷扰，没越过的荆棘都是我的骄傲。这首歌是海拉木最近的一首新歌，对不对？对，是的，里边的有很多词儿我特别喜欢。山下的人太吵，山顶的风喧嚣，我停住半山腰，这风景刚刚好。我就觉得就是这段词，它能够让我觉得，人生其实不用追求太多，半满的状态是最好的。山腰也是我觉得最舒适的一个状态。不过我的路不会止步于山腰。所以呢，我会继续学习，继续沉淀，继续会往前走，哪怕就走得慢一点也无所谓。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登顶的野心，因为有目标，人生才会有意思。可是就是我觉得我的性格好像确实就在这个位置，我就很开心了，就是我又可以有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同样我身边还有很多的好朋友，所以就会很舒适，很开心。哇，这个说得好。我觉得山腰自定义，就是山腰是一个很广的一个范围。我们都曾经以为登到了山顶，结果后来发现那是个小山丘，然后就看到了更高的山巅。我们也在山腰中看到很多去过山巅的人，他还是得下来
真的山巅就是那么一瞬间。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么广泛的山腰之间找到自己的最舒适的地方，那是永远最美好的状态。哎，我这个舞台我必须要说几句啊。首先啊，我特别的崇拜姐姐，为什么呢？因为她什么风格她都可以驾驭。今天这个状态是我特别熟悉的，我终于见到那个女战士了。我觉得你今天不应该穿那个大裙子，你应该手里拿把宝剑，这个拿个大盾，你就当那个神奇女侠，我感觉就特别帅啊。然后阿木老师平时唱歌喜欢抬头，看我深深的明亮。如浮现实的云海翻涌，就是他一边唱，就是一边告诉张姐，走好了啊。就是两个人真的就是那种很 match 的感觉，有没有？有，真的很炸。然后包括整体编曲最后的层次，最后的 half time， 我觉得就更嗨了，就这个太棒了，这个太棒了，太棒了。这自己可能没想到，一解读都对啊，微表情全在那戏里面啊。阿木的声音，我觉得很像一张非常有弹性的弹簧床，尤其是你那个高音，那个喉头摩擦的那个嘶吼音，感觉是一个正在经受挫折、正在经受摩擦的状态。所以当你唱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经由你的那个音，我也跨过了我的障碍了。所以你们两个的声音，总的来说就是碧晨的高音穿过了迷雾，找到自由，而阿木的声音就像一张很有弹性的弹簧床，拖住了孤独的人，自由与孤独。谢谢你们。哇，很棒的解读，谢谢，谢谢来来。阿木，你为什么唱的很多歌大家都喜欢？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在自己的人生的奋斗过程中经常经历的一种人生感受。海拉阿木和张碧晨这样的演唱，让这个作品在工业水准上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接下来到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了，如果你也被这首歌击中的话，此刻想要表达，来，请踊跃举手，有请。大家好，我叫杜友友，然后是一个足球博主。其实我去年的时候也来天赐的现场了，当时就听的碧晨和杨坤老师的那首《加纳共和国离婚》，然后我在现场就哭得梨花带雨。我好像在视频里看到他了。好像是有，是我。那其实我自己的职业也是一个比较孤独且自由的职业，就是我是一个足球的自媒体博主，然后也会去全世界各地一个人去拍很多的东西。我非常的快乐，我在做我自己的这份工作，但做自媒体博主就会有很多的声音，就会有很多听起来很难入耳的东西，他想要摧毁你，但又怎样呢？我还是在做我喜欢的事情，我依然选择还给了世界一个微笑，我自像鸟儿一样飞向我的山。就这样，谢谢。谢谢，在这里也要再次把掌声送给海拉阿木，送给张碧晨。接下来我们有请最后一组音乐合伙人，让我们掌声有请张靓颖、徐佳莹，加油！一首好歌，一口美味，老板研细厨房，享受松弛一刻，慢下来，遇见新灵感。来聊聊这次的创作吧。这次我们是跟张靓颖姐合作的一首《失语者》嘛。所以为什么会想要选这首歌呢？这首歌是一首很有态度的歌。那有2个女生，然后以不同的性格跟不同的立场来去诠释同一种态度的歌，可能可以在里面看到不同的样子，应该会蛮有火花的。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在你心情低落下来的时候，某一件事情让你陷入其中无法自拔，然后你会开始一些自省、一些忏悔，
到最后爆发的时候，我觉得它更多是一种无奈，是一种对自己的恨铁不成钢。你明知道不行，但你就是死不悔改。我们俩这一次终于合作上了，还是特别的开心。我也是很期待。我选这首歌的理由是因为我觉得一个是我希望与人好好的沟通，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自我提醒。我又是那种容易上劲儿的人，所以我就提醒自己一定要记得好好说话。哦，那你是那种有话可以不讲出来的人？我非常不喜欢有话不直说。我是接受沟通，任何方式的沟通，你用你语言能力的极限跟我沟通。我不能允许情绪跟我过夜。我以前真的发生过，就是那种情绪，我回到家我觉得不对，我又开车出去找别人，不行，我们今天必须把这句话说清楚。哦，我真的是很羡慕你，因为我不是这种，有些话就是可以觉得，哎，如果讲出来事情不会改善，那不如就不要讲。但我觉得你这种就是很好，就是我会希望我有你这种姐妹，感觉现在你有了，就是很多事情我就会想要找你商量，因为像我就是那种越遇到问题我会越说不出话，然后我如果要再说我就会先哭，我就是这种没出息的类型。我真的很少哭，而且我觉得我的哭是可被撤回的。哭可被撤回什么意思？就是我想好了，我哭多久能解决我的情绪，到点儿了，我真的上闹钟，闹钟响了，我就会想别的事情。你从以前就是这么厉害吗？还是你是练出来？没有，我觉得，情绪和发泄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的情绪最终过去，一定是这个事情解决了，而不是我哭完了。贞姐呀，贞姐。这首歌里面，我觉得它像是一个提醒，明明想要解释，但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第一段的话，我在想，我俩要不就先背对背唱。我们一开始有点就是沟通不了的感觉。什么时候转过来？我觉得是第一个副歌唱完。我觉得这首歌的人设可能是就像争吵当中，一个强势一点，一个委屈一点。然后这首歌里面，拉拉她是比较柔和拉长女生的那个角色，我是尽量唱了一个跟她完全不同的语气，唱得干脆一点。所以我就期待正式舞台上面我们俩都能够尽兴。那就不坚持，只好这样子。还失去也许的价值，你我接连不成钻石，像肉酒细果汁，不够奢侈。和平不争执，就放开彼此，是因为骄傲或潜意识，想假装高尚的仁慈，真心话都禁止，不可一世。我们总在爱情里死不悔改，选择苦爱，放逐它漂流人海。把想说的别胡扯，一个个都是愚者。But we are no better。当初的说辞不适合彼此，只是藏匿懦弱的台词，都怪我觉悟的太迟，结束了爱你才开始，如此讽刺。我们总在
我嘲笑着，失败者，是眼睁睁放手的。We are no better, no better, but we are no better, no better, yeah. Ah, 谢谢。失语者啊，这首歌蛮厉害的，是蔡健雅的。她当年2015年的时候拿到了全球流行音乐的年度金曲。所以二位合作选择这首歌的原因是喜欢这首歌，还是歌词的表达，还是因为找到了契合的人？我觉得都是。啊，全都对了。全都对了。嗯。我觉得我们俩从第一次彩排的时候就一直在摸索彼此唱歌的习惯。因为我们确实是第一次合作，但又是很快，我们有任何一个点子、一个想法，然后基本上说好了，下一遍我们就调整过来。哦，亮颖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失语者，他好会讲话，他好会有他在身边，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好像他都可以不管用任何方式把场子稳稳的镇住，不管用唱歌的方式，或者是用说话的方式，对我就可以这样子。对，就是这样子。今天就是那个我们的链接就是这样子的。我认识她以前，我知道她是一个创作才女，然后我们有共同认识的朋友推荐说可以邀请拉拉来帮我写一首歌，然后再之后呢，就是看到网上她的视频，对小品天后不是浪得虚名。你们这个叫惺惺相惜，旗鼓相当。对对对。徐佳莹最近有巡演的计划，对不对？对，最近期会有一些演唱会的。就是25年的演唱会。对，25年的演唱会，今年对。哎，我就想说，我还挺期待的。你看两位在天赐的舞台上有这样的合作，会不会彼此成为演唱会的表演嘉宾的话，哇，那就是很令人觉得可以等待惊喜的一件事情了哈。哇，那这首歌就很适合了。对，我们也期待着，并且祝福徐佳莹今年的巡演成功。谢谢大家。票房大卖，一起期待。谢谢。我一直觉得我这张嘴吧，多少能说点儿，但听了这首歌，我真变成失语者了。我脑子里只有2个字：震撼、享受、天籁。 6个字，6个字，6个字，6个字。你可真会说，真失语者，太好听，太震撼了。谢谢，谢谢。俩都唱得太好了，然后我就注意到这个和声啊，就这次也非常复杂，对，想到了自己，对，想到了上期的和声，这期我觉得更复杂，但是我觉得两人唱的时候都很强的那种技术，然后呢，把这个高潮带的这此起彼伏的，就听得特别的爽，啊，其实我觉得我感受跟圆儿差不多，就是真的是我一直失语了，失语，对，一直在有一个很震惊的一个反应，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感谢二位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这首歌太棒了，谢谢，谢谢。然后这首歌也是今晚所有歌曲里编曲我最喜欢的，尤其到最后那一段，感觉是两位灵魂歌者在月光下斗歌。 然后下面有一个低沉的电吉他的 riff， 我觉得太棒了。就是这个编曲完全把你们两个那种状态完美的呈现出来了。再次感谢两位带来这么好的演出，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这首歌后劲儿非常的重，听完了以后，其实到现在还在刚才的整个那个状况当中。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回去再听的话，可能会有新的感受。我想听一下二位的无伴奏的干声。好的，没问题。 我们总在爱情里死不悔改，选择苦爱，放逐它漂流人海。把想说的别活着，一个个的失语者，
but we are no better。因为我听亮颖在一个很高的音，直接啪要掉下来，然后又本上要拔上去。其实这个难度，你要想就是马上抓到那个音准，首先就非常困难，并且要在当时还能换唱法去把这个完成，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但是并没有觉得突兀，两个人的唱法是相得益彰，是非常好的。整体听来还是给我觉得后劲很强，谢谢。谢谢。但是接下来也到了很过瘾的时刻了，在2首都这么棒的歌曲当中，这一轮强强对决，只能选择1首作为我们本轮的待定金句。有请监律团老师现场合一，给予结果。这得是不知道，我觉得得是这首。透心凉，心飞扬，活出你的爽，雪碧酷爽时刻。刷新自己，要爽就爽透。下面我们有请声音鉴赏团代表公布合议结果。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失语者》张靓颖、徐佳莹。恭喜靓颖，恭喜佳莹。让我们掌声有请盲盒歌手登场。我不要明天，我反复确认你在眼前，回头100遍，握着空荡的躯壳，耳边的风都在说，我真的失去你了，抓不住的每一刻。说不出口，太懦弱，都猜错这结果。假如我没有挥霍那些你给的执着，一切来临后，那就全都换成我不退缩。我不要明天，我好想看见你在眼前，回头100遍，你的气息在空气中蔓延。我不要明天，我和你回到不同的世界，会不会再见？你的爱散落在我的视线之外。你离开，我明白，太无奈。我等待，我释怀，花开却一片空白，落下来，被掩埋，手放开。我不要明天。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欣。张欣，你的身份职业就是歌手吗？我的本职是一名演员，然后在努力成为歌手。就比如说我刚才唱这个歌，就是我前段时间播了个剧叫《白月泛星》，然后我在里面演的是叫天火，然后这首歌就是给我剧里面的 CP 写的。哦，还有一首歌老红了。哦，哪一首？就是苍白的话语刺痛着耳朵，那是他唱的。先说谎的人。我们就让张欣本人现场来还原一下，好不好？给大家演唱一下。苍白的话语刺痛着耳朵，你
你说的挽留，却不如谎言般生动。也许我们在另一个时空，被爱的那个人是我，先说谎的那个人是我。这首歌是刘青云老师写的，确实很感谢这首歌，就是让更多人认识了我，所以我才有机会去创作更多的歌曲。所以你是想转型做歌手，还是想让更多人了解你有歌手的属性？其实我觉得演员跟歌手就是对我来说是有点相辅相成的存在吧，因为可能我演这个戏的时候，我会有很多难以释怀的情绪，我就可以写进歌里。我觉得写歌对我来说像写日记一样。哦，我也没有太多建议，因为我觉得你已经唱得非常非常好了。谢谢谢谢。然后我觉得你也非常非常厉害，因为我以前会觉得说演员和歌手是不太一样的职业，我觉得演员好像是要成为别人，歌手好像是要做你自己。但是你刚刚说完以后，我觉得我好像也有点悟了，就是说可以用在演员中过的人家的人生，然后把这些东西写到歌里，然后成为一个新的东西。我觉得你很棒，谢谢谢谢。反正我跟你理解差不多吧，我觉得就是演戏虽然也是成为别人嘛，但是演员也有自己的就是想要表达的那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很厉害，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谢谢谢谢。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张欣啊，期待下次见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让我们热情掌声有请6组音乐合伙人来到舞台上，共同见证本期推荐金曲的诞生。3首带领金曲，到底哪一首是你心目中的本期推荐金曲呢？此刻我们把难题交给我们的5位声音教团老师，现场合议，给予结果。OK 的。姐姐们唱那么好，怎么可能有问题呢？经声音现场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期推荐金曲为《失语者》，张靓颖、徐佳莹。恭喜靓颖，恭喜徐佳莹。现在是我们的多元光鲜虫草甄选时刻，本期金曲获得者是张靓颖、徐佳莹的《失语者》，掌声见证。本期我们已经达成了100分的能量累计，成功解锁本期的公益拼图。现在有请我们金曲奖获得者为我们来点亮这块公益拼图，继续关注我们天赐的声音和多元光鲜虫草官方账号，以及呢去我们多元光鲜虫草品牌门店线下打卡了解详情，积极助力每一份天赐先生都是一份滋养，一起期待梦想绽放的那一刻。当然也期待着徐佳莹2025的巡回演唱会，更要谢谢每一位今天在舞台上为我们带来好听音乐的音乐合伙人，让我们音乐伴你我左右，下期再见。音乐合伙人有几位回归了哈，欢迎玉妍，大家好，这里是王以太，钟成乐，张远又回来了，徐子蔚，陈斌。天气预报说今天没雨，叫天气预报啊！陈斌扭的都这么扭的嘛，是吧？但是扭判这有一个分离。